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带你寻找历史真相的频道。我们曾经有过一段血统论的时期，血统论比种族划分更残酷。如果划分种族还有个生物学的基础，血统的划分是以人的社会地位确定的。这个标准就是你是地父反坏右的子女，或者认定你是这样的子女，你就被这个社会排挤在外，你就永世不得翻身。玉罗克的父亲是留日的学者，母亲是成功的实业家。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不管哪个国家或哪个时期，都应该算是一户好人家。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有这样的有知识、有能力的人建设起来的。玉罗克的父母因为有学问、有事业，被当时的社会所不容。因为父母不容于社会，他也因此而牵连。一个有着优秀成绩和远大抱负的年轻人，因为成分不好受到打压。人是会思考的，玉罗克在自己的切身遭遇和不断的思考中，写出了让当时的当局害怕，其实不过是阐述了一个基本常识的出身论。玉罗克因此被关进了北京的半步桥监狱，关进了这个监狱的死囚室。玉罗克在监狱中的具体情况所知甚少，幸亏国徽的设计者张丁的儿子张郎朗在回忆录里写到过一些，我们还能了解到一点玉罗克在半步桥监狱死囚房的情况。当时他们曾经是死囚室的狱友。1970年的今天3月5日，张郎朗以为自己也要被执行死刑了，听着狱警喊一个个人的名字，其中有玉罗克，还有北大第一个状元天才沈园。很幸运，那天他没有被枪毙，留下了一点玉罗克狱中的一些回忆。玉罗克待的死刑号是这样的，坑箱不到半尺还是封死的，这样犯人钻不到床底下去，也无法在床底下藏东西。坑箱占了整个房子的3/4，在靠门的一边留一条水泥地，那边还有个抽水马桶。抽水马桶后面的墙上有个观察孔，嵌上了玻璃，另一个观察孔在牢门上。观察孔的小窗户边上有个按钮，有事就按这个按钮。牢房有2道门，里面一道是动物园的那种铁栅栏，外门是厚厚的铁皮木门。在木门底部有个猫洞，饭可以从这个猫洞递进来。这样的一个死囚室，一个人在里面吃喝拉撒睡全齐了。玉罗克就关在这样的死囚室里。张郎朗被关进死囚室后，心里没底，不知道待在这里意味着什么。他正绞尽脑汁想的时候，他听到有个声音在对看守说：“报告班长，和我一起进来的犯人都去见马克思了，因为我有重要问题要交代，才留了下来。你们怎么也不提审我呢？”张郎朗一听到这声音，就知道是玉罗克。张郎朗写道：“这是玉罗克，他是利用报告班长的方式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这里意味着什么。一句话，每个人都要准备走上刑场。在死囚室里还能沉着镇静，还能想办法把信息传给难友，显示出玉罗克的沉稳和坚强。”张郎朗就是在进半步桥监狱半年后，与玉罗克住在了同一个牢房。玉罗克狱中的表现，张郎朗是这样描述的：玉罗克从进来那天起就没有屈服过，他似乎就是个天生盗火者。他把入狱当成必然的结果，这里是和当局智斗的现成平台。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人数众多、被侮辱、被损害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、先行者，也是个训教者。每个执着于真理的人，大多都有着惨烈的命运。这是人类的愚蠢，非要让最优秀的人去殉葬；这是人性的伟大，总有人敢于蔑视黑暗，为同类献出生命。关在死囚室里的张郎朗和玉罗克，正反映出血统论的荒谬，也同样证实了血统论最后威胁到的是每一个人。张郎朗是出身在延安的红孩子，所谓在马背上的摇篮里长大的老革命的子女。玉罗克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和实业家的家庭，是被划为臭知识分子和剥削阶级的小孩。这样2个完全有着不同血统的人，都关在同一个死囚牢。在死囚牢中，一开始他们也互不信任，相互提防，在无数次的争辩后，才最终相互了解、相互信任，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。一个因反对血统论被打入死牢，一个为追求自由也被打入死牢。这说明当时要打的不只是有思想的人，就是行为不符合官方认可的人，依然会被打成死刑犯。
张郎朗曾写过这样的几句诗：我们都是快乐的青年，为自由被关进了牢监。我们的道路是自己选定，绝不后悔，也永不改变。张郎朗的思考是，在一个历史大潮中，在一个转折点上，一定得有人被当成筹码，当成牺牲品。而自己最大的过错，不过就是为自由二字而已。自由的创作，自由的思想，自由的话语。在当时，争这份自由需要有付出生命的勇气。在监狱里，玉罗克会唱苏联歌曲《光荣牺牲》，这也是张郎朗教他的。歌词是这样的：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，你光荣的生命牺牲。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，你英勇地抛弃头颅。他们把这歌当作自己的送行曲。据说列宁也喜欢这首歌。在这样的牢房里，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滋味。玉罗克在牢里还经常帮狱友分析案情，并建议他们怎么去投诉。他认为陈毅是开明的领导，他进来前已经设法联系到了他。他告诉张郎朗，自己出去的话可以帮他斡旋。这说明玉罗克不认为自己最后会被枪毙。但在狱中，玉罗克并不认罪，他始终把提审当作自己抗争的方式。他的主审员丁大个子曾经就和犯人们说过，这小子又臭又硬，死不认罪，以为我拿他没办法。好啊，我不信那个邪，咱们就好吧。总有一天他一定得赶上点儿。主审员没有赶上玉罗克的认罪，但确实赶上了那个点儿。1970年3月5日，死囚犯们凌晨5点多钟起床，每人发了2个馒头，1块咸菜，没有汤也不给水。那天早上，张郎朗每隔几分钟就听到叫着一个个人的名字，其中就有玉罗克。那天有10多个人被押赴刑场，在枪毙前还有最后的一次公审。张郎朗写道：通道里死一般的寂静。那天他们都没有回来。今天敲下这些文字，不只是为了纪念玉罗克，也是对他表示内心的敬意。我是血统论的受害者，也是玉罗克殉道的获益者。不管怎样，我都没有理由将他忘记。这也应该算没有忘却的纪念吧。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